今年最大规模的军演就要来了。根据美国媒体的消息，在8月9号到18号期间，美国将举行为期10天的大规模军事演习。那么这次的主角呢是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届时会有数万名美军士兵参与。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次演习真正的目的有那么简单吗？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在7月24号，美海军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宣布，将在8月9号到18号举行为期10天的大规模演习2023。届时将会有来自22个时区、7个舰队、3个两栖战备群、25艘实际舰艇和50多艘虚拟舰艇，以及6个美国作战司令部的2.5万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参加，进行现场和虚拟训练相结合的方式，以测试2个军种关键作战概念的假设。最重要的是，还很有可能在地中海临近黑海区域让第6舰队进行实弹演习。好家伙，这是真下了血本啊！而这次演习的主旨呢，则是让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演练如何将分散在全球的作战力量联系起来，共同行动。因为很早之前呢，美海军便认为，未来的海上作战中，要求分散于数千英里范围内的部队通过信息化联合作战，同步向对手发动攻击。美国海军近几年经过一系列研究认为，在未来的高强度冲突中，传统的航母打击群很容易遭到敌方的集中打击。为了不被一锅端，美国海军必须要将兵力分散部署。只不过呢，这会将在指挥控制和后勤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于是呢，在2021年，美海军作战部长麦克吉尔代上将便开始举办大规模演习系列演习，用于测试近几年提出的新作战概念，比如分布式海上作战、对抗性环境中的滨海作战以及远征前沿基地作战等等，旨在最大限度地让美国海军对抗实力强大的对手。而根据报道，这次演习将由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达里尔·考德尔上将和美大西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司令布莱恩·卡瓦诺中将联合指挥。同时呢，还将派出前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和前美国海军欧洲部队司令福格上将等15名退役将领在演习中担任高级领导，重点演练 DMO 和 LOCE 作战概念。看来美国海军对于这次演习是非常重视的。不过这2种作战概念对美海军来说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其实有关于分布式海上作战，最早是源于2014年提出的分布式杀伤概念。后来在 DL 作战概念的基础上，考虑到了海上作战环境的变化，2017年美国防部又发布了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并在次年在其基础上发布了新的国防战略。之后参联会依据新的国防战略发布了新版的国家军事战略。这3份文件呢，均强调了大国竞争的战略环境，提出了新的作战需求。美国在经过评估之后得出新的结论，即对手的优势正在扩大，而美海军的优势正在逐渐降低，必须对海军的顶层作战概念进行调整。于是在 Design 2.0 战略文件中便提出了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并给出了它的定义。简单来说呢，就是将作战力量分散部署于广阔的空间范围、多个作战域和各种搭载平台上，以获取和维持海洋控制必须的作战能力。按照这个定义呢，海军条例鼓励小的作战单元和行动小组在有能力的前提下实施对敌打击，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敌人进攻带来的损害。把这段定义进行拆分的话呢，我们就能发现 DMO 不同于以往作战概念的4个方面。其一，鼓励进攻。根据美军所公布的文件显示， DMO 的初衷呢是通过整个有人和无人系统实施欺骗性战术，崇尚并且鼓励作战单元实施进攻性打击的方式，最终赢得海上舰队对舰队的战斗的胜利。其二呢，先发制人。DMO 不同于以往的最大特点在于，只要对取得最终胜利有帮助，授权前线指挥官和士兵可以基于现有的技术率先发起攻击。其三，集体防御，也就是在巨大的地理空间内，海军联合部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跨越全部作战域的体系，以此投射打击火力，并实施体系化防御措施。其次，迷惑对手。除了鼓励进攻之外， DMO 概念认为欺骗和迷惑敌人也非常重要。而基于以上4点，美海军作战发展司令部描述出了 DMO 的最终期望状态。
为了赢得复杂环境下的作战，以舰队为中心的作战力量，通过一体化、分布式和机动化的方式，实现跨多作战域的同步动能、非动能作战的同时部署。这里的 DMO 呢，一方面要考虑到传统的动能作战，例如一体化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另一方面呢，还需要考虑非动能作战，例如情报、监视、侦察、欺骗以及无人系统的使用等等。此外呢 ，DMO 的另一个目标是前线指挥官有权分散部署其各种作战能力舰队资产，形成联合武器系统，提供作战单元保护和集体防御，利用平台、武器、传感器和技术的不同组合，实现美海军舰队作战能力的多样化，最大限度提升联合部队包在全海上作战域对抗多维威胁的能力。另外需要注意的是，DMO 作战概念并不是以平台为中心的，而是以网络为中心。前者是要求平台紧密结合，以便集中火力，是集中的，不是分散的作战。而在以网络为中心的战争中呢，则不需要将发射平台本身聚集在一起来集中火力。这种能力呢，是武器射程增加和网络的产物，它使相距甚远的部队可以远距离协调火力。以这种方式集结火力，可以被描述成一种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获得集中好处的尝试，是现代海战中反舰作战的关键。至于原因呢，我们接着往下看。首先，分布式海上作战之所以成为反舰作战的关键，核心就在于集火打击。根据历史记录的战例显示虽然说现今就算是只有1枚导弹命中舰船，也能让其失去行动能力，但是由于现代高端军舰大多都配备了强大的防空系统，例如防空武器、电子战系统、诱饵等等，极大增加了压制并且命中军舰所需的火力。所以在分布式状态下的作战力量聚合大规模反舰火力，是确保摧毁敌方现代化水面舰艇的关键。而目前呢 ，DMO 已经被美国海军视为优越的方法，这与之前的高端海战明显不同。高端海战的特点呢是高度集中的主战舰队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这就需要一个框架来区分什么是分布式的，什么是集中式的，以及这些不同的配置如何影响优势。而分布式与集中式的区别，一半呢在于如何安排能力的密度上。这包括单个有效载荷、平台和部队装备的能力密度，以及能力密度如何在整个部队结构和战场上分布等等。其实呢，在一开始，外界所认为的 DMO 定义被解释为降低密度，其中分布被视为向外更广泛的传播能力的行为。但分布本身并不意味着能力的延伸或者分散，更确切地说，这种认知通常基于服务的传统部队部署和部队设计，以及它必须采取什么方向来实现更好的分布。一支过度分散的部队当然能够通过稍微集中来达到更好的分布状态，所以大家可以认为 DMO 是美国海军舰队能力分布的理想平衡。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在这张图中呢 ，DMO 就处于能力分布范围的中心。最左边表示的是集中式，中间是分布式，最右边呢则是散布式。其中后者被定义为能力的分布太广，以至于无法相互结合和增强，战时可能会出现反应不及的情况。而这些能力其实是可以结合的。集中呢，则是被定义为能力分布过于密集，使得责任大于利益，容易被敌方一锅端。因此 DMO 才被认为是分布的理想平衡，处于过度集中和过度分散的中间点。当然，在现实海战中，相比于分布式作战，集中式作战呢，也并不是说没有优势。它最显著的优势之一呢，就是控制和指挥更为简单。这种能力在竞争激烈的电磁环境中非常重要。与 DMO 作战相比，集中式允许以较少的网络和通信需求来发动集中火力。集中式部队的火力呢，也可以在发射后很快的就聚集起来。此时骑射在作战初期就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不太需要后续的骑射来增加火力，对手就不太可能先发制人摧毁后续射手。只不过在作战初期呢，就结合成压倒性优势的骑射，后续也会明显的暴露部队的重心，从而为对手创造出更清晰、更及时的机会，以便对骑射采取防御性反击。综合比较之下呢 ，DMO 部队在确保其各种火力组合可以覆盖目标上面临更大的挑战。此时呢，可能需要按顺序开火，有着更大的指挥和网络需求。
可能会为对手在火力合成集射的过程中创造出先发制人的机会。但通过将分布式在各处的部队火力结合在一起，聚合齐射在接近目标之前，不一定会形成一个明显的攻击点，这就使得防御者的选择变得复杂。也就是说，虽然集中式能取得初期优势，但是不如 DMO 容易取得最终胜利。另外呢，不仅是集火打击方面， DMO 在战时决策方面也有着很大优势。首先，当涉及到大规模火力时，分布式海上作战往往能为进攻能力提供更多组合的选择，而不是防御能力。DMO 不是通过促进战舰之间的相互动态支持，而是通过使对手的攻击决策复杂化来获得优势。举例来说呢，当一支部队监视一大片海洋时，他必须找到对方的海军部队，不仅要搜寻出可以进行有效射击的目标信息，还必须决定目标是否值得打击，是否值得耗费武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呢，单一兵力形式出现的大规模海军兵力集结，比如主战舰队，集中式部署就会形成一个明显的主体，减少了不确定性。这样一来，对手就非常容易地投入大量的有限弹料来攻击这个主体。与之相比， DMO 部队会让这种计算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分布式部队在整个战场空间中呈现出的是多触点，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主体。侦察海洋的对手呢，可能会比集中式舰队更快地发现分布式舰队某些个体元素，但是找到这些元素可能不会产生足够清晰度来保证迅速的攻击，因为这些个元素只代表了总体兵力的一部分，其他看不见的兵力仍然未被发现。另外呢，与集中式部署相比， DMO 的兵力结构会构成更多的部队包，而有更多的部队包就能给对手带来更多的杀伤链。由于被发现的部队可能需要定期跟踪和更新目标信息，以确保进攻方案保持及时和可行，因此对手的侦察资产将被这些部队包所牵制，无法展示其能力。在制定一个越来越多的目标选择的同时，对手可能会试图延长信息搜索的时间，以建立足够的信心，来确定耗费有限弹药的优先次序。但是在花时间获取更多信息和将主动权让给对手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平衡关系。这种关系呢，让分布式部队可对敌方的决策节奏施加压力。虽然秘密行动可以使部队的分布式得到增强，但即便分布式部队处于对手的视线范围内，仍然能起到力量倍增器的作用。就算对手完全了解每个分布式资产的位置，仍然不足以澄清意图，并清楚地界定行动的优先次序。因为 DMO 将为美海军部队创造出出其不意的机会，它将让对手陷入作战困境。一个独特的部队主体可以向对手透露的是这样一个重要信息，这个主体可能是指挥官实施其意图的主要因素，这就为先发制人和抢占主体行动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诱惑。而除了以上优势外呢， DMO 部队构成的是一个巨大的连锁火力阵列，会导致对手不清楚这些部队中的哪些部分会率先发起大规模的火力攻击，或者哪些部队构成最具威胁。同时 DMO 也使得对方确定哪些部队是主战场的外围部队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处于外围阵地和次要战区的部队能够完全通过提供远程火力来支持主战场。当对手需要决定首先向哪些分布式目标开火时，很难知道从哪里开始。基于以上优势，分布式海上作战能使得美海军更好地掌握主动权，选择先发制人，这对于取得海战成功非常重要。只不过目前 DMO 依旧是存在着许多未知数，它只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以促进美海军理论转化为实践，因此美海军才需要进行大量的演习，以此呢，建立一个更清晰的海上战争愿景，来确保在快速变化的时代继续保持优势。好了，听完上面这些呢，相信各位对于分布式海上作战概念应该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对抗环境中的滨海作战又是什么呢？其实该作战概念的诞生与 DMO 是在同一年，就在2017年10月，美海军作战部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联合签署并且发布了公开版的对抗性环境中的滨海作战作战概念文件。该概念呢，是根据新兴威胁，强调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实施一体化滨海作战的必要性，
试图为其提供统一的框架，并特别强调了将海军陆战队的海基、陆基能力纳入支持制海作战行动中。而该概念的推出呢，也是近10年来美海军陆战队推动回归两栖传统转型之后，适应新作战需要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近些年来呢，由于许多国家都拥有了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随着战场空间的扩展，美军所面临的滨海环境也呈现出更大的复杂性。比如在2006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担负从黎巴嫩撤出美国公民的任务时呢，黎巴嫩真主党就曾朝着附近活动的以色列护卫舰上发射了一枚 Nora 反舰导弹。而这样一次普通的非战斗撤离行动，需要考虑更多样化的危险。虽然大规模两栖作战呢已经半个多世纪没有出现过了，但是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要执行的两栖行动任务却一点也没有减少。鉴于两栖环境的复杂性，于是美军将对抗性环境分解为不确定性环境和敌对性环境2类。前者呢，美军经常要实施非战斗撤离、大使馆增援、人道主义援助等其他危机的应对行动，且要严格遵守交战规则，限制实施先发制人行动，消除潜在威胁。而后者呢，美军部队则是要前沿部署，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并及时设置冲突升级。此类情况也算是催生出 LOCE 作战概念的原因之一。而在 LOCE 的第1点当中呢，它的核心目标就是创建一个由海基和陆基传感器、射手和维持者组成的模块化、可扩展和一体化的海军作战网络，以此提供持续机动的前沿存在，用于应对危机和较大规模的突发事件，并且设置对抗性滨海区域出现的侵略行为。具体来说呢，这些目标包括了建立和维持战场感知，建立持续的海上拒止能力，夺取和维持制海权，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有足够的防御性和非致命能力，在面对海上拒止威胁时有效实施作战行动，有效实施海上力量投送行动等等。因此，美军指挥官需要向海、向陆、上方空域、广络空间、电磁频谱这5个维度有效地运用力量。这边呢，需要高效的指挥控制能力，而在这方面呢，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实施了一体化海上作战、陆上作战、海陆双向作战。这里首先需要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目前呢，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已经对将海军陆战队纳入合成作战指挥体系，将合成作战司令部确定为2军种常设指挥机构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评估，得出了常设合成作战指挥机构有助于同时进行一体化的进攻和防御性作战行动，以应对多个目标和多种威胁的结论。那么此外呢，除了集中指挥，分散执行行动也是作战一体化的重要标志。合成作战体系内呢，各战术指挥官能够随时根据兵力和编程任务以及敌方的能力情况进行相互补充，某些时候还可以承担与作战指挥官、功能性编队指挥官以及协调者相关任务领域的所有或者部分指挥职能，从而利于分散执行。每个作战指挥官，无论是海军军官还是陆军军官，都将根据战术形势需要和合成作战指挥官指令，从其他作战指挥官处接受支援或者是提供支援，这样多种海军陆战队能力才能完全整合到合作作战体系之中，使打击战、水面战、防空反导乃至水雷战都能呈现全新的局面。目前在 LOCE 作战概念的前提下，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一直在探索组建制海作战力量组合的可行性，以便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实施危机应对行动，也就是所谓的滨海作战团。该部队呢，主要就是聚焦制海作战，将成为海军一体化任务编队的首要单位。一般来说呢，一支滨海作战团由1800到2000人组成，主要结构呢包括一个指挥部负责作战和后勤规划、民事支援、网络信息作战，一个滨海战斗队实施登陆和反舰作战，一个滨海防空营实施防空、空中警示和预警、空中控制以及前沿弹药补给与加油行动，一个战斗后勤营主要是提供有限的采购、医疗支援、弹药和燃料分发以及野战维修等等。受到一体化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参谋团队的支援，具备水面战、反潜战和远征水雷战等方面的作战能力。
如果危机扩大或者意外事故发生，需要更多的战力才能获取和维持制海权时，美海军舰队还会派遣部队指挥官选择用更多的力量来加强滨海作战团的能力，或者将滨海作战团与其他编队组合起来，比如航母打击大队、海上陆战队远征旅或特别目标陆战队空地特遣部队等等。而如果复杂的部队组成，当然也能为美海军带来很大的好处。首先是指挥控制方面，随着 LOCE 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呢，美军能拥有组建并且指挥控制可扩展的一体化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特遣部队的能力，在不利环境中指挥控制海上任务部队的能力，综合运用可互操作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C4ISR 系统和一体化网络的能力。情报方面呢，在 LOCE 的基础上，美海军能发展出环境态势感知能力、火力任务快速评估能力，同时充分理解整体滨海作战环境。至于火力方面，基于 LOCE 能发展出致命和非致命火力，进而整合到海上控制和力量投送行动，并且用来破坏对手的指挥控制，同时还能延伸出运动、机动和情报的能力，发展远程打击、火力支援的能力，发展向海上拒止和海上控制作战提供陆基支援的能力，发展迅速运用特种作战部队支持海军目标的能力等等。总结来说呢，随着 DMO 和 LOCE 作战概念的发展，美国海军舰队将能够永远保持作战时的主动权，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奠定美海军的作战优势。那么大家对于这两种作战概念又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